Hello， 大家好，我是 Esther。这周真的是生病的一周，从周一开始，我不是说周一感觉有点虚吗？摆烂了一天，然后周二干了一些事情，周三感觉又不对了。周三应该是开始扁桃体发炎，但是因为我喝了5，所以我没有发炎。但是就已经真的感觉很不舒服。然后那一天正好是例假雪崩的那一天，就是双管齐下。然后当然那天我又喝了一半白，结果第4天就是昨天周4就发烧了。又是一边来例假一边发烧，烧得浑身肌肉酸疼。然后周5今天退烧了，因为昨晚吃了退烧药。但是 as you can see， 退烧之后进入了感冒的阶段，现在鼻子是堵的，然后嗓子也有点哑，卡痰。感觉这一周是强制被高龄摁下来休息的一周。一开始我还不太服气，我说那就摆烂一天嘛，结果没想到是我需要摆烂1周来恢复自己，真的蛮好笑的。等下我去拿瓶水。这已经是我2月底被裁员之后3个半月之内第2次发烧了，1个多月发1次烧，这个频率确实有点高了。我觉得就是每当我效率比较高的时候，一般都是抵抗力也相对弱的时候。就即便我通过灵修让我的效率更高，但好像我的免疫力依然会下降，这一点没有被改变。这我觉得是个高龄给我提的醒，这我得注意一下，接下来研究一下该怎么做。就是效率高的同时，研究它如何可持续性，不能忙到让自己生病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其实这周就投了2次工作，只有30份工作。虽然我收到一个来自5月3号的那天投的工作面试 ，but anyway， 就是逻辑上我会觉得，只投了30份工作好像不太好，是不是应该继续？就是我应该接下来几天多投一些工作，把空缺补上。但 again， 我的逻辑是慌了，但我的直觉并不慌。我并不觉得说今年这生病的1周彻底摆烂，没有投工作会对我接下来的求职造成什么影响，就let it be，无所谓。然后这2天不是没什么胃口吗？那时候朋友昨天就是他今天要上班，他昨天帮我炒了一份牛肉让我今天吃，然后我今天大概是晚上我才热了吃了吧，1大份牛肉，然后还有很多米饭，我就当1顿当2顿吃了，因为我一整天没吃什么东西，我最后多吃一点。牛肉非常好吃，他手艺真不错，但是错就错在我这阵子看 Rick and Morty 第7集，然后我打开了，就是我正好要开始看人体意大利面那一集。那个设定就是在他们去的另一个新的维度的星球上，人自杀了之后体内会产生非常好吃的意大利面。我靠，这集给我真的是恶心坏了。我就一边吃饭有点难以下咽，但一边看这一集一边有点难以下咽，但我不知道为啥我还是把它看完了。真的是精神污染，真他妈的是精神污染，导致现在我还在打嗝，我还没消化好，因为一边吃饭一边看人自杀后体内会产生美味的 spaghetti 这件事情。这集也蛮好玩的，我剧透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意大利面太好吃了，导致它畅销全宇宙，就是宇宙上所有的外星人都排着队过来买，然后一个星球到处都在所有人们自杀，大概是这样就有更多意大利面可以卖出去了。最后就是 Rick 是怎么阻止这件事情的呢？停止这件事情没有阻止，他就详细的让大家看了一个将死之人的
一生的那个走马灯，然后把所有人都看吐了。就是当你真正共情到这个人的一生的时候，你再也吃不下他体内的意大利面了。但我觉得 Rick 很厉害一点，就是他看完之后，他又把手伸进去，一做他说 You live a good life。我觉得他真的是，你说他这个人他有很多平常人会有的恐惧，并且放得很大，并且他会以很夸张的形式来回避这个恐惧。但有些事情他看的真是超脱啊，就是食物就是食物本身，你 just eat it, enjoy it, and be grateful for it， 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很难跳脱出这个，中文怎么说来的，这个道德上的带来生理恶心感。但是 Rick he can get rid of it， 就是这方面他超脱的不行，但是他又会以高科技的方式去逃避那些特别普通的恐惧，这就是这个剧的看点。然后我今天看了第7季最后一集，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集。那一集叫克服恐惧之旅吧，还是克服恐惧之旅，应该是。那个设定就是他们去了一个叫什么噩梦游乐园之类的，他们觉得哇，已经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了，这个游乐园好无聊。然后就来了一个男人跟他说我就来自地球，地球上有个他知道的最恐怖的东西。他说那行啊，那我们就顺带要回地球，你就跟我一起吧。然后他们来到一家连锁店，这个连锁店男厕所隔间的最后一间里面有这么一个洞，地板上有这么一个洞，然后那个洞还有一个小电视机放在旁边，就是你可以看他解说这就是恐惧之洞，你跳进去就可以面对这辈子最大的恐惧。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一开始他们不打算跳的，但是莫莉很好奇，莫莉跳进去了。跳进去之后，他先看到的是最基层的恐惧，就是鬼怪。然后他看到 Rick 也跟他一起跳下来，就把这些鬼怪打倒了。然后接下来他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做他的功课，就是克服他的恐惧。等一下，我看了一篇豆瓣文章，写的还挺好的。恐惧包括他害怕蜘蛛，就是他一开始发现，就是他克服恐惧的时候，他整个世界会震动，然后会发黑。他发现他害怕蜘蛛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震动发黑了。他说我还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然后他就张嘴把蜘蛛给吃掉了。然后他害怕无法融入同学，害怕大家知道这就是他，我念一下吧，给同学看自己喜欢 Jessica 5条理由，然后我没有背那个台词就裸体上台表演，最后他是怎么着我忘了，最后他就是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剧很有意思，就是这里着重描写在Morty的恐惧，但前面都一直在描写说 Rick 在自家的客厅里见到了他老婆，就是他死去的老婆，然后基本上大部分剧情都在围绕这一走，就让观众以为说这是同时关于 Rick 跟 Morty 的恐惧。然后 Morty 看着他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越来越瘦，他觉得不行，我得带 Rick 离开这里，他就开始吃蜘蛛啊，告诉同学喜欢 Jessica 5条理由，裸体上台表演啊。最后 Rick 就决定说，因为他看 Morty 也越来越瘦，他们都害怕对方死去，他们说 OK 我们要离开这个洞，他们就一起在舞台上裸体表演，然后不知道就这么离开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 Rick 放弃了他老婆，然后 Morty 放弃了尊严的对自尊的恐惧 I don't know， 就是一般人都会害怕吧，裸体上台表演。然后 they both let it go， 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洞。但是这又是个洞中洞，就是他们接下来就是那个剪辑，就是他们不停地爬出这个洞，他们想到一个恐惧，然后崩，发现他们自己还在这个洞里，爬上来，又想到一个恐惧，崩，他们又发现自己还在这个洞里，然后再爬上来，就是这个剪辑。然后直到最后，莫蒂发现说自己最害怕的是被 Rick 抛弃，是 Rick 承认他，因为他们有 Infinite Morty、Infinite Rick， 无限多的 Rick 和 Morty。然后莫蒂害怕说自己是可被替代的那个，他害怕 Rick 会抛弃他。
这是他恐惧。当他发现是这个恐惧之后，他终于真正的从那个洞里醒来了，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豆瓣上我就搜到这篇影评，这个影评说，看看啊，此时我也明白了，原来这个洞并不能帮人消除恐惧，消除或改变令人恐惧的事物，它只是让你经历一遍你恐惧发生的事情，然后接受它。那么我最恐惧的是什么？看完第3遍后，我泪流满面想，如果我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沙盒，像莫蒂一样勇敢面对他们，会怎样？我的恐惧跟莫蒂差不多，恐惧上台演讲出丑，恐惧自己不被他人接受。我最大的恐惧或许是我真的踏上追梦之路，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才华，人们并不买账。我决定面对这个恐惧，让它来吧。我们所在这个地球维度并没有可以让我们无限体验直到战胜恐惧的洞，如果有的话，你敢跳下去吗？ Go straight to the point。这个地球真是一个可以让你无限体验恐惧的洞，属于你不体验也没关系，你不体验你就生活在这里呗，就直到你会一次一次轮回下来体验这个恐惧，直到你战胜它。It's exactly the whole。我觉得这一季真的蛮厉害的。我相信就是这2个，就是这个编剧好像是2个人吧，他们一定是看了不少关于灵修方面的书籍。But they don't give a shit。他们会把它，就是他们以 I don't give a shit 的方式把它喜剧化呈现。我挺喜欢他们这一点的。就像这个洞真的，这一集真的太厉害了，这完完全全就是灵修本修。Anyway， 这集突然让我蛮感慨的。然后他们有人说这一季就是整个 Season 7是关于 Let It Go。这一季 Rick 居然真的战胜了他的宿敌就是杀了他的戴安，杀了整个宇宙的所有的戴安，所有线上的戴安都被他杀死了。他终于这一集把这个 Rick 给干掉了。然后当他听莫莉战胜恐惧从洞里爬出来之后，莫莉告诉他说这里面有个戴安，但是你不要跳这个洞里面去，这太糟糕了。他说戴安也不是什么好戴安。然后 Rick 其实他离开之后，他又杀回了厕所，他就盯着这个洞看，他想跳进去，他想再见到戴安。他最后没有再这么做，就是我看影评说挺好，他说他学会 let it go， 他学会放弃，不是放弃了，就是他学会放手戴安了。他决定珍惜他跟 Morty 现在的生活。我说如果是第1季的 Rick 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跳进那个洞，然后想方法就是 figure out 这个洞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把戴安带出来。但是第7季的 Rick 已经 grow up， 他学会 let it go 了。我说这整季的主题就是 let it go， 我觉得非常好。我不知道这是高兴在暗示我什么，我不知道他要我 let it go 什么事情，说实话让我有点不安。然后我又想到说，按时间推啊，今年会有3个浪。然后我的第1个浪是在2月底，那第2个浪的话，应该就在3到4个月后，那不也就是6月底7月初了？让我看看这个浪会是什么吧，总不可能就只是简简单单感个冒吧。We'll see。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See you guys。